本期节目由一汽大众揽境独家冠名播出。好，来吧，光圈稍微收一点点。好。3、2、1 ，Action！ 最佳男主角，《觉醒年代》于和伟。祝贺于和伟！评委会的评语是：经过多年艰辛磨砺，成就今日华彩时光。我印象中，于和伟拍过很多戏啊，像他这样的演员，这么多年了，没想到这些奖项或者是过去的这些戏带给他的出圈的影响，可能还不如那一个视频来得猛。接着奏乐，接着舞。黄叔能舞一个吗？行吧，真有吗？来了。我不知道他到底是怎么看这件事情的，我就觉得，在这样的一个特殊的当下，像他这样的一个老戏骨，肯定会有很多东西想要表达的。于老师，哎，您好，我何润峰啊，你好，终于见到您了。哎，您上这边，一会儿2个小时呢。啊，好。本期节目由一汽大众揽境独家冠名播出。今年于老师也是丰收之年，都碰一块儿了，赶一块儿了。虽然已经过去3个礼拜了哈，还是得恭喜您。哎呦，谢谢。哎，我听说您当时是因为有工作在身，所以没去是吧？在工作，在拍摄。就是我的那个宣传团队，还有那个经纪团队，他们在那儿陪着我拍。然后他们在一个房间里，在2楼，我们在1楼拍。是，就首先是看到他们在那个2楼里面就跳起来了。然后随后是正在拍摄的工作人员，就一起就说恭喜于老师，啊，我才知道啊是我，然后我还是挺开心的。对。就问他恭喜我什么？要确认，你知道吗？荣幸之至，欣喜若狂啊！首先要感谢《觉醒年代》其中那些为我们这个国家和民族开掘觉醒之路的先辈们，感谢仲甫先生。另外，感谢我们这个伟大的时代。相比之下哈，您会更在意这个专业奖项的评价，还是说是观众的认可？说老实话，都在意，都在意。您平常会留意外界的一些评论吗？不管是网友的，或者是导演也会呀，都会呀。这个不能免俗。你作为演员，其实针对的就是观众，对吧？你哪能不在意呢？我从来不做那个，就是故作清高的事儿啊。所以你也会去刷微博？我会刷。你看大家评论，所有的粉丝都会知道，就是于和伟这个自己找自己5G 上线啊，对，我觉得没关系，无所谓的。你就像，其实这是一种检验，你这个到底好坏，还有别人这么看，我觉得你在这种观察当中，你可以也提高自己的辨别力，思考自己的这个能力，我觉得这特别好。您今年已经上线的和即将上线的大概有3部电影和5部电视剧，有人形容说今年是您大爆发的一年，不论是作品的数量还是口碑，您自己怎么看待突然之间出现的这样的一个变化？我是觉得这碰巧了，因为只是碰巧了碰巧了，就是前几年拍的东西，然后扎堆儿在今年放。有一个事儿我倒觉得还是可以聊聊的，比方说我前2天见了张艺谋导演。张艺谋导演说不错呀，挺好啊，
有的演员追求这个3-1是什么意思？就是3部戏里面有1部好的，就挺好了。你这是个个都好啊，个个品质都不差呀，这很难得啊。我觉得这个我还是挺开心的，是吧？这个我还是觉得挺自豪的。出来，出来，把枪放下，放下。时间和距离都不是问题，我在您的身边。你们现在没有权利去死，我们这个灾难深重的国家需要你们去活着，需要你们去奋斗。99年开始到现在22年哈，算了一下，68部电视剧，15部电影。像您现在这个阶段，您会怎么理解表演这件事情？我觉得表演其实是生活，表演是生活，是生活，去怎么样去过另外一个人的生活，经历那个人的喜怒哀乐，我觉得不是要演那个人的喜怒哀乐。我就比您稍微年轻几岁哈，但是其实咱俩都差不多那个年代，20岁上下的时候，正是整个东北经济转型的时候，对，很多人下岗失业，对，那样的一个时代背景，那样一个特殊的环境，对您后来从事表演行业以及去具体的揣摩每一个角色人物，会产生什么影响？会，就是对于我而言是一定会的。对于我就是经历的那个阶段啊，东北这个转型，从重工业基地转，更何况有很多是我的家人，我们家兄弟姐妹多，我最大的大姐姐比我大24岁，那现在看那就是我的上一代人，直接可以做爸妈的那代人，那底下还有哥哥，你看50后的、60后的、70后的，包括这么多哥哥姐姐，再有了孩子，80后的、90后的，这个大家庭，各个年代阶层，我都有触及，都有接触，他们的思维方式，他们的生活习惯，他们的逻辑，他们从小生活的这个环境，对他们的影响，这些东西对我来说都是财富，都是将来有可能塑造人物的一些积累，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听说家境也不是很好，然后对是母亲和姐姐拉扯大的，所以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要把一种自己对于艺术或者表演的热爱，一步一步转化成自己的专业，甚至是职业或者是人生的方向，还挺困难的。首先了解的没错，但是现在呢，就是网上也会有一些瞎说的啊，是吗？就是把我说的很惨。就不要去卖惨，因为我从来都不是这样一种人啊。每个人的路都是有他特有的轨迹，那我的路可能就是这样的一个轨迹。我们家里人刚开始孩子那么多，条件不是很好，这是必然的啊。尤其在我长大的那个年代，我就是演员，就是这么一个演员，不想把自己变成一个。就消费的过多，包括私生活呀，包括很多。如果你认可我这个职业，看我塑造的角色就好了。于老，您觉得自己是一个天赋型选手，还是后天努力型选手？我觉得都有。金庸的小说写的《射雕英雄传》，一个是郭靖，一个是杨康啊。杨康极其聪明，是吧？但最后我觉得集众家之长成大器。郭靖愚笨，对吧？但是他刻苦努力。我原来我觉得我情商很低，非常低，对吧？说好听的话就是比较纯粹，说不好听就叫不懂事儿，是吧？但现在我自以为我情商还不错，那也是经过学习啊、后天的揣摩呀、认知啊改变的。那这个情商，当你塑造角色的时候去起决定作用，对吧？你理解人的情感。理解他怎么表达，这太重要了。所以我觉得天赋很重要，但是我觉得后天的努力是可以开发出天赋的。
那您现在的状态，您觉得更接近于杨康还是郭靖？我的本质应该属于是郭靖和杨康中间那个，中间啊，也没有那么愚笨，那么努力也没有郭靖那么用功，还好，但是努力的。您是1992年离开东北，然后去的上海戏剧学院。对，92年。不过在毕业之后，好像也确实比较困难。那个时候是连续几年都接不到戏吗？还是具体跑龙套跑2年？就是跑龙套，对，拿不到一些真正的好的角色。对，有想过放弃吗？想过放弃，不演戏了。不演戏了，想过放弃，因为我觉得，一切都不值得。因为那个时候很低落嘛，就自己背井离乡啊，离开家，然后读书读了4年，就是为了这吗？有没有哪一件事儿是让你突然之间就特别消沉的那种？其实是一种情绪的累积。其实我觉得就是情绪的累积，不是哪件事儿，没有哪一件事儿，是哪一件事儿都让我消极，是吧？那个阶段，但是就物极必反嘛，想放弃之后，回头又有了一次机会，才会知道，让我找到了真正的热爱，就是表演。如果说现在不让你干这个了，你真的那么甘心吗？这个不甘心是什么？那个时候的思考就是，我喜欢它，哪怕就是这样，只要让我还从事这个专业就可以。我觉得这个基点很重要。当确定了这个基点以后，我觉得都变了，我觉得没有怨气了，我觉得变得很平和了。是自己慢慢的想通了吗？还是说是有人点拨了一下？我觉得是自己想通的，自己想通的。我觉得这个是悟性，这个是天赋。我以一个老兵的身份告诉你们，抗战是全民族的大事儿。我欲奉天子之命，天意不容吗？我了解的演员可能大致他有2个类型。有一个类型的演员呢，他会侧重于去塑造一些比较固定的、相对稳定的一种类型的角色。但其他的包括像于老师您，其实是戏路比较宽。尝试的角色也是往往是性格迥异，甚至同一个《三国演义》的故事，您又演曹操，又演刘备，又演过荀彧。您是怎么考虑的？演同一类型的人，我就觉得，在我来说，我觉得挺没劲的。对吧？那个不会调动起我更大的创作激情。说老实话，我更真心的希望我能够尝试各种角色，而把它演好、塑造好。那对我来说，是在表演上对自己的认可，我的成就感。我是把这个看得很重要，因为我觉得这是本，塑造人物是本，而不是说我要演一个人物在市场上去成为标签，被大家认可。我以前有过这样的困惑。包括我的经纪人也跟我说你要去做这样的事儿，你当时被认可了，你将来才会就把一类戏演到极致，是吧？舍我其谁，你才会怎么样？我想了想，我还是觉得没劲。我说我今天演了一个反面人物，我下面一定要再演一个反面人物，把它演到极致吗？那现在我们影视圈也会插堆儿。写一个类型的人物成功之后，下一个戏可能也是这个，我就觉得他就丢失了。我个人认为，我觉得他失去了最初的初心，或者是怎么样，对吧？我觉得我之前我一直都是不是安全的，对，我也不喜欢那种安全，干嘛要那么安全呢？这几十年以来你发现影视行业变化很大，因为有技术的变化，有市场的变化，演员的变化，也有观众品味的变化，等等等等。对你来说，印象最深或者是冲击最大的有什么变化？冲击最大的就是有前一段时间唯流量论的这个时期，就是唯颜值，唯所谓的这个漂亮。那我觉得这个是挺危险的。我经常跟年轻的演员我也在聊天，就是你知道你现在年轻漂亮这个有一种天然的一个比较纯美的那个气质在，是吧？喜欢你的也是孩子，
但是这些孩子会长大，你也会长大。是。那你要给他什么？如果希望你们相亲相爱、永远相伴的话，你要不断的提高，对吧？如果孩子长大了，你还没有长大，你还在拍那些，那就是有问题了。就是还是要让流量，自己的流量和实力成正比。对，一旦当你流量为王之后啊，其实我觉得，就感觉影视行业它的门槛最重要的门槛成了流量，而不是演技的话，我觉得流量是个自然产生的东西。但是我觉得我们那些从业者不能拿流量为王去依赖这个东西，不去纠正，而且会让它加深，这就是会形成一种审美危机。比方说男性的阳刚还有多少有？哦，我那天看了一个男孩子的综艺节目，我忘了叫什么名字了。我今天是要做节目，我化了妆，但是那个妆看的那眼影比女孩子都重，我觉得需要那样吗？我没有批判，我只是把我的思考说一下。实话实说，这个我还是第一次说。之前的一些采访，宣传团队都会，就是那意思，就怕我去说一些不合适的。我觉得没什么不合适的，我依然很包容。我只是把这些问题提出来，让大家去想想，去思考思考，是吧？对，就是当这种成为一种主流的审美的标准的话，它是危险的，是危险的。我觉得要有力量，对吧？棱角分明归棱角分明，对吧？干净清爽归干净清爽，但是我觉得要有力量。这个我到30岁之前，我还一直在用香皂洗脸。30岁之前用香皂洗脸，香皂洗脸。到30岁以后啊，我才知道洗面奶啊，滑滑的，挺舒服的，是吧？因为您是一直走硬汉的路线嘛，实力派演员，在早期的审美标准当中，其实是不需要这些的。对，每一个时代是不一样的。但是那个阶段，我也觉得，的担心也是多虑了，因为我觉得会回来。你看现如今不是回来了吗？对，包括像您这几年的作品，还有包括《觉醒年代》《山海情》广受欢迎，我觉得大家的审美还是慢慢的回来了，慢慢的一定会回来的，时间长短问题，一定会回来的。这次去参加重大活动，我跟那些年轻演员们在一起，我就觉得他们是那么的好。我真的要说几句啊！你看我很矛盾，刚才说到了唯流量论，现在又在说年轻演员的好。他们个个都有礼貌、用功、用心，而且他们有的时候会经常在吃饭的时候会问我，就是关于表演，他们想去自己的表演上更好，有礼貌、重感情、单纯，哎呀，特别感动。有谁是给您印象比较深刻的？杨紫、邓伦、李现、那个杨洋、宋轶、白宇。其实这些身为流量的演员，也应该像您刚才说的那样，其实很清楚的认知到，就是真的流量走不远，其实真正让你能走远的，还是流量背后看你有多少实力去支撑。对，我觉得你拿什么成为流量，是个问题。他们个人很希望能够用他们真正塑造角色的能力，去完成好角色，都是专业学校毕业的。他们其实不是大家说的那样，是一些我也不知道是谁了，到底起主导力量是谁，消耗之类的。对，我觉得是这个背后的这一些力量，就是唯流量论，不那么演，你就这么演，你就搂搂抱抱举高高，就变成了这么一个东西，就很可怕了。在过去的从影经历当中，有曾经经历过说被一些流量演员抢走角色，然后资方或者是导演说没办法，我只能接受他们，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发生过？我觉得好像没有，还没有。我的样子和气质跟那个流量演员的是不冲突的，不冲突的，于老师，您平常
自己有空的时候会自驾去玩吗？自己很喜欢开车出来自驾玩，但是就是很少有空。演员就觉得，别人看着好像挺丰富的，其实也挺单调的。其实我们真正的生活就是剧组，对，然后酒店，然后拍摄现场，是吧？好像天南地北都走了，其实有很多是景片子，给你搭的。是吧？很多人在短视频平台上看到您的形象，当然了，因为现在有的很多的网友愿意二次创作嘛，还有您，包括您自己也现在经常在一些短视频上面去做一些直播呀，对吧？直播没太做过，但是会发一些东西，是吧？我是觉得就是它是一种新形式啊，我觉得这多好玩啊，是吧？我觉得现在主要你看通过这种新媒体的形式，可以跟更多的年轻观众去交流，它就是当下的这个特质。您不抗拒？不抗拒。我为什么要抗拒？像一会儿有这样的一个短视频的拍摄，你也不抗拒不抗拒，是不抗拒。但是什么表现形式可能要去有选择。有的平台上他提出一个问题，他说：“哎呀，于老师拍了这么多经典的角色，这么多经典的作品，但是好像出圈的效果不如一个蹦迪吐口水的一个短视频的效果来的那么大。”没关系，我很谢谢替我这么着想的这些朋友们。这个时代可能就是这样的一个，有很多这样的表现形式。对，我觉得要顺势而为吧，对吧？那我清楚的知道我更主要想做的事情是什么就可以了。比方说这个叫接着奏乐接着舞，是吧？它是来源于我的影视作品里的。来人，在，让他滚！落，主公，主公，不干你们的事。接着奏乐，接着舞。大部分呢还是觉得它是活泼的、有趣的。那我自己能做的就是，我不能就是借着这个事儿把这个短视频这个东西当成主要的。我会再来拍摄一个接着奏乐接着舞的2，这个我是做不到的。那个吐口水那个也是剧中的一个事儿，我是觉得这无可厚非啊。但是我自己知道我是干嘛的不就行了？所以于老师，您刚才说直播您是比较抗拒是吗？还是说没有？直播我也不抗拒，我只是不太适应。就是我一直播我会紧张，您还会紧张？我会紧张，因为我觉得那个是即时发生的，你随时的那个状态都会被别人看到。我还是有一点没那么自信，就是说自己全部敞开撂给观众。因为我觉得影视剧是经过那种剧本的那种琢磨呀、甄别呀来表达的。包括这样的采访也是会有一些筛选的，对吧？那个是直接就暴露出去了，那个我还是如果那样的话，我就不怕真人秀了，但是我害怕真人秀。平常喜欢什么样的车？我喜欢越野车，从小就喜欢，不太喜欢那个太矮的那个，包括跑车我也没多大感觉，喜欢那个越野车，就觉得它可以很有能力，很有能力去穿越各种路况，我觉得他像男人。他像男人。您的选择，对车的选择跟您的荧幕形象还是挺契合的。对，包括大一点的、高一点的、宽敞一些的，就可以坐人多一点的。因为我家里面兄弟姐妹多，从小就养成这习惯，喜欢热闹，喜欢朋友人多，然后坐在车里，一个车上一路欢歌笑语。于老师，您50岁了啊，年龄这件事情对你来说会造成困扰吗？现在还不会。50知天命，60耳顺。我倒觉得我现在挺耳顺的啊，就听什么都能听进去啊。知天命我倒觉得不见得，因为现在的新鲜的事物这么多，我觉得我的好奇心和这个求知欲还蛮强的。你还有这个东西的时候，你就会想着不断的探索。你就很难对自己的认知有一个明确的界定。也许我会成为一名导演，也许
我会去写一部电影的剧本，都不一定。如果我的兴趣点到那儿了，我想去做的话，还是有很多可能性的。谢谢于老师，今天聊得挺开心的，挺顺的。差不多了吧？差不多了吧？OK， 好。